来了。我现在不住在这儿，我是想请你过来看看，时间多伟大，什么都能变化。丫头，记不记得以前这地方什么样子？啊，地上全都是土，四壁都是水泥，窗户也开着。你看看现在，开放式厨房，电视柜，啊，丫头，你再看这个，这是什么啊？既能挡光又能保证我们隐私的百叶窗，还有你专门特意跟我要的摇椅。石小猛，你知道我今天来的目的？我没有时间听这个，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把你手上的股票卖给我们。谁？我们是谁呀，丫头？你跟疯子啊？对，我和疯子。疯子是个垃圾啊！你怎么选择了一个垃圾啊？如果他是个垃圾的话，有人连垃圾都不如。你不就说我呢吗？对，我连垃圾都不如，我猪口不如，行了吧？谁没犯过错呀？疯子犯了1000次、10000次，你也原谅他了，为什么到了我这儿你完全不原谅？我没有时间听你说这些。如果你还要说的话，那我先走。你别走，你看看这儿再走行吗？你看看这儿，来，你看看，电视、百叶窗、摇椅都是我们的梦想，现在这些梦想实现了，摆在这儿等着我们回来过好日子呢。你看一看行不行啊？你只要说你愿意回来，我什么我都不要了，什么别墅啊、房子、车我一概不要了，咱们就回到这儿1223一个38平米的房子，咱们俩的窝，咱们俩在这生活过日子，过一辈子。丫头，你记不记得，咱们就在这儿，我搂着你，咱们俩唱的歌，你记不记得了？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石小猛，我今天来这儿，是因为我的男人深陷困境，我想要帮他。此时此刻，他一定在家里等着我回去。对你，我只能说抱歉。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你手上的那些股票。你和疯子曾经是哥们儿，我希望你能念着哥们儿的情分上，把股票让给我们。我们？你干嘛总要说我们呢？你干嘛说我们？你为什么老是说我们呢？因为我爱他，因为他也爱我。我们2个人是相亲相爱，直到一生一世的2个人，所以，我们就是我们。一生一世。一生一世。你确定？我确定。你现在跟我讲确定，你现在跟我说我们，请问，如果疯子知道今天晚上我们又睡在了一起，他还会跟你讲我们吗？笑什么？因为我觉得你可笑。你以为你这样，疯子就能不要我了？你太不了解疯子，太不了解我。我现在觉得你特别的可悲，到现在为止，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为了我，疯子可以去死。我相信，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可以这么做。所以你说，我们会为这样的事情分开吗？你还真是爱上他了哈。对，我很爱他。那我呢？早就把你忘了。我也可以
你们。谢谢。谢我什么呀？你是谢我现在给你股票啊，还是谢我当初放掉你，给了疯子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机会？我要感谢你，那天去婚礼上问我，心里爱的到底是谁？如果不是你这句拷问的话，我就真的和秦皇结婚了。那我就后悔死了。因为从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心里的那个人，我最深爱的是疯子。所以我谢谢你。再见。是不是小猛他对你怎么样了？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想你了。我也想你了。果然，今天一开盘，大德的股票很快就涨停了。你们昨天的工作有了一些成效，我们现在的股权正在不断的增加。你都想不到，我们3个人当中成绩最好的是沈冰，最差的是我。啊，是吗？他人呢？从昨晚到现在只睡了2个小时，一大早又跑去别的股东家做工作去了。真是个好姑娘。这样吧，今天你们继续做最后的努力，我在公司负责买入。我们要在明天的董事会之前拼尽全力。王子，吃点东西吧。昨天到现在你都没吃。没事，我饿。你别忙了，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就睡了几个小时。没关系，你不也一样吗？我陪着你。哎，这些天真的是太辛苦了。能帮你分担一些，我就挺高兴的。一会儿就是股东大会了，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赢。但我想，如果真的赢了，你是不是应该奖励我点什么呢？行啊，你想要什么呀？是我要什么你给什么呀？我想要你。如果这次真的赢了，你能不能考虑嫁给我？对不起，我曾经想过应该不下100次吧，我该怎么向你求婚，在哪儿求婚？可刚才一下没忍住说了出来，你不会怪我
这种求婚太普通，太不浪漫了吧？那你答应了？喂，少哥，你说。好，我知道了。怎么样？少哥说，经过最后的统计，我们现在共持有大德的股权达到26.9%左右，还是差了0.1个百分点。可一会儿是股东大会，我们输了。他说我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他会用尽所有的方法，为我们争取到那0.1个百分点，让我们和梁军正争取打平。一会儿参会的几十个股东手里边还掌握着2%左右的大德股权，如果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我们就还有赢的可能。可你别忘了，那些都是梁军正的人，我们怎么可能用一席话说服他们？我只能试试了。我想知道为什么你把你的股权出卖给程峰？因为我答应了沈冰。混蛋！你知不知道，因为一个女人可能毁了你的前程？梁叔，我觉得就凭我手上这点小小的股权，对整个战局是构不成任何影响的吧？听你的意思，好像在抱怨我给你的利益太少了，啊？我不能容忍的不是你出卖股权，而是你对我的背叛。我没有对你背叛，程峰也不会赢。你凭什么这么肯定？啊？我现在根本不能确定他现在拥有多少股权，他掌握多少股权也不会赢。为什么？因为在我看来，这次是我和他之间的对决，我要赢，所以他必须输。赵律师，可以开始了。大家好，我想今天在座的各位股东，对于大德公司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肯定都已经有所耳闻了。目前公司的具体行政操作是由特别董事会来执行的，但是作为公司股东之一的程峰先生，近来通过加持行为，现在占有公司股权比例基本上达到了27%，与特别董事会27%的股权占有率基本持平。那么，今天就需要在座的各位股东进行一次投票，来确定公司控制权的最终归属。下面由公司代理董事会主席梁军正先生来给大家讲话。梁先生，请好。首先呢，我们欢迎程峰重新回到我们大家中间。其次，我对他此刻的心情以及重新入主大德公司的冲动，表示非常的认可。但是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股东，我们是一家上市公司，主持一家具体的上市公司的工作，不是开玩笑，不是玩一个游戏。关于程峰以前的所作所为，我想在座的各位略知一二，我不想多说什么。我倒乐意把时间和机会留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和在座的各位是共同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利益和大德公司密不可分。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伙儿，你们愿意冒这个险吗？
程峰先生，您现在可以进行一次简短的发言了。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是和我父亲一路并肩战斗过来的。我刚刚那个道歉是给你们的。梁总说的很对，以前的程峰是个什么德行，大家都很清楚。我现在不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辩驳，而是我想告诉大家，就在几天前，当我在狱中见到自己的父亲，我看到他瞬间苍老的身影时，我才明白，不管我和他的误会有多深，我用自我放逐的方式去报复他，那个行为都是多么可笑。因为我身上毕竟流淌的是他的血，所以每一次在伤害他以后，留给我的只能是悔恨。这几个月发生了太多的事儿，父亲入狱，公司易主，我最爱的女孩终于和我走到了一起。我的2个好兄弟，一个为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还有一个却在离我越来越远。这些事情都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不能再为自己活着。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这次增持行动最后的结果到底是怎样已经不重要了，但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像狱中的父亲，向在座的各位，还有我的爱人、我的朋友，我要向你们证明，从今天以后，程峰会认真的活着，会好好的活着。谢谢。程峰啊，你能有今天的悔悟，包括你今天面对生活的态度，很好。但是很多事情并不是有好的态度就能够解决的。你现在所说的一切不能形成足够的理由，让我放心的把公司交给你。我相信我的态度也代表着大多数股东的态度。梁总，您说的很对。其实您担心的，也正是我所担心的。这份计划书，是我这几天做出的对大德汇通近期形势的一个简单分析，及对未来的一个具体展望。当然，更是一个郑重承诺。其核心内容非常简单，基本可以概括为：如果我有幸可以重新把握大德汇通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会聘请并大力放权于职业管理人团队，并进行不低于自己同比例持股的股权激励。也就是说，大德汇通公司将彻底告别家族化管理模式，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一个真正由职业管理人共同打造、具备强烈市场竞争意识的现代化企业。我的承诺及保证，还有对公司未来方向的制定，都详细的记录在这份计划书里。我恳请各位董事能本着大德汇通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及各位股东自身的利益，在仔细阅读这份计划书后，给出你们心中最后的答案。
谢谢。制度上的改革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业务上的改革。没错，你计划要缩减大德公司的营业范围，未来只做汽车配件的研发销售和汽车美容养护店的建设和扩张。对，为什么？通过数据分析，大德汇通近几年收效不甚理想，基本可以概括为投资过于分散，产业支柱不明。那你为什么要选择汽车配件和汽车美容养护这2个方面呢？这是和大德其他产业对比后得出的结论。计划书里标明的数字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你的这些设想很大胆，也很初心，啊，目标数据呢也很吸引人。但问题是，我们凭什么相信你这些数字啊？我能不能推论，你的这份策划书，只是为我们大家画一张大饼？甚至完全可以不客气地说，这完全是毫无根基的天方夜谭和胡说八道。当然不是。好，那么我倒想问问你，这些数字从何而来？哦，对了，你就说说这个汽车美容养护连锁店的设想根据是什么？这个理由说出来，时间有点长。没关系，我们大家可以等。啊，只要是对公司有利的设想，我想各位股东都会赞成的。好。汽车美容兼营和专营店，目前全国只有300余家，从业人员5万余人左右，且没有特别知名的连锁品牌。而我国目前却有20余万家大型的汽车维修企业，也就是说，汽车美容专营和兼营店的数量，只占汽车维修企业的15%左右。而国家有关部门数据表明，在今后10年内，中国会有4000余万个家庭购买汽车，而目前，在国内的汽车美容养护品以国外品牌为主，其中不乏假冒伪劣产品，有很多在欧美市场几十美分、几美元的东西，进入我国市场，动辄几十元，甚至高达几百元。而按日韩汽车文化发展趋势看，大型汽车厂势必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车主会更加注重全车保养，从而基本实现无大修。而美国市场强调的是快速换油养护，终生无大修，车辆按行驶公里数定期报废。中国近年新车的年增长量高达30%左右，也就是说，车主进行传统大修的几率微乎其微，而进行平时的日常清洁养护却必不可少。所以，我们大德汇通完全可以把握这一市场先机，在5年之内打造出全国第一的汽车美容养护连锁的民族品牌，把那些洋垃圾彻底清除出中国市场，在占有市场份额及顾客认知的基础上，实现我们自己的企业理想，并完成政府对扩大内需的政策号召。共有23位股东举手投了赞成票，票数超过半数。下面我宣布，大德汇通公司董事会主席由程峰先生担任。
喂，你好，是我。好，我明白了。赵律师，接着电话。喂，你好。对，我是。什么？好的，我知道了。不过要马上确认一下情况。对不起各位，现在情况稍微有一些变化，请大家稍安勿躁。程先生，你也稍微等一下。对不起各位，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我们大家刚才开董事会的时候，程峰先生已经大幅减持了大德公司2%的股权。也就是说，现在程峰先生已经没有资格当选大德公司董事会主席了。下面我宣布，大德公司新任董事会主席依然由梁军正先生担任。赵律师，你没搞错吧？当然，我已经核实过了。可这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我也搞不太清楚。这样吧，你还是自己去把它查清楚吧。好，散会吧。今天的表现很精彩，谢谢。找出问题，解决它。少哥，我们刚抛货了吗？当然没有，怎么可能呢？可他们查出我上午减持了2%的大德股份。不可能，我这里没有任何问题。你手上的那部分股权呢？马上去查查看。我现急需一笔钱，你要多少？现在我给你汇过去。不行，数额有点大，俺解决不了。这样吧，你一会儿去一下我办公室，帮我打开一下我的电脑，开机密码是我手机的后8位。少哥，我想我知道是谁了。好像是老程的，对，不过马上就是我的了。
你干的？对啊。为什么？你总得让一个习惯性老输的人偶尔的赢一把吧？你只是为了赢吗？疯子，咱俩一直不能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对话，他生下来就不平等，所以呢，我也得为自己一直争取着，争取什么呢？争取一个能够跟你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对话的砝码。小猛，咱们曾经是最好的哥们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想告诉你，你所谓的那种不公平，只存在于你的心里边。你认为公平，它才能公平；你认为不公，它就永远失衡。最好的哥们儿，最好的哥们儿，你抢我女朋友啊你！你别跟我讲这些大道理，我学习成绩永远比你好，我肚子里边一堆大道理等着你，你抢我女朋友，这就是大道理。你装什么糊涂啊？什么叫你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一切都源于你对沈冰产生邪念那天开始。你们家老子怎么跟我谈的条件？拿我的感情明码标价，实买实卖，那是我的感情。你跟我谈公平啊你！你说的没错，明码标价的实买实卖。可你想过没有，这种买卖关系，它本身就是公平的。沈冰那天说的很对，买得走的东西，早晚留不下；买不走的东西，谁也拿不走。如果你认为现在咱俩的对话算是公平的，那你可以说了，你到底想要什么？疯子，我不谈。这家公司我接手不接手，管理不管理，跟我没关系。但是这家公司对你们家人意义重大。这个公司是你老爹一手辛辛苦苦弄出来的。我觉得，如果这个公司你接手、你管理，远远要比给梁军正强得多得多。哎，小猛，咱们之间的关系，你说话用得着这么拐弯抹角吗？你觉得？好，你那2%的股权是我卖出去，但是不是卖给梁军正的。只要你一句话，别说2%的股权，更多的股权你也可以买回去，让大德回到你们程家，你重新巩固你的大股东的位置，踏踏实实做你的董事会的主席。哎，你尽可以继续由着你的性子做汽车美容装饰店，你尽可以振兴你的民族工业，完成你的梦想。听着真不错，条件呢？特别简单，请离开沈冰。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小莫，因为我了解你。那就你对我的了解，你觉得我会怎么回答你呢？不是兄弟，你能不能不赌气？这事儿不是赌气的事儿。你想想，你们家这公司是你们家老爷子一辈子辛辛苦苦血汗挣来的，一个女人比这个还重要吗？赌气的那个人不是我，赌气那个人是你。上一次的伤害，你一直耿耿于怀，你一直没有放下。你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只是希望给我一次机会，做一次和你一样的选择。你这样做也不是因为你还爱着沈冰，而是你希望看到我会像你一样去选，像你一样对命运做一次肮脏的妥协。你希望所有的人都会像你一样去选，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治疗你的伤口，让你的伤口不再血流不止，不再难以愈合。放屁！小莫，看看现在的样子，我真觉得你们送我的外号，我应该回送给你。不就疯子吗？对，我现在是疯子，你是什么呀？你是爱神，
你是情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没有生在我们家那个山沟里。要说你最近的日子过得也算不错了，可你觉得自个儿开心吗？小猛，我回想一下从小到大，自己真正开心的日子，并不是以前的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而恰恰是最近这几天，跟沈冰两个人在四合院里的简单的小日子。幸福和这些东西真没太大关系。你说的轻松，因为咱们俩永远都不平等、不公平。如果你要投胎生到我们家，如果你再换成我再换成你生到北京了，我一生下来什么都有，什么都不愁了，咱俩今天还能这么说话吗？我不知道，我明白每个人决定不了自己的出身，但是咱们能决定自己的方向。没错，北京，它就摆在咱们面前，既没那么冷冰冰，也没那么热腾腾。有人在这成功，有人在这失败，有人爱他，有人恨他，可他依旧存在在这儿。小猛，咱们这些朋友，除了我和林夏，你们几个都是从外地过来的。可你觉得我们真正的不公平吗？但无论如何，我明白，无论我生在哪儿，我是干什么，我一定不会向你放弃沈冰，拿什么我都不会还。程峰啊，你再好好想想，沈冰真比这个公司重要，爱情真比面包可靠。你真是今儿选择了，你永远不后悔。小猛，我相信我失去的，凭我的努力，我早晚拿得回来；而你失去的，却永远失去了。程峰啊，看来好像今天你又赢了我一次啊！这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你太自信了，我太佩服你了。你得天独厚啊，你牛气冲天啊！可是我想问问你，你知道你那些股权谁买走了？五位。你知道谁费劲巴力地搜集了你爸爸集资炒高股价的证据，然后把你爸爸告发了吗？还是我认错朋友了吧？看错兄弟了吧？错了吧？走啊，从这门出去！你不能耐吗？你出去，大德就不姓程了，改姓吴了，无畏的无，无敌的无。哎呦，我可什么都没说，我真的我什么都没说，我什么都没说。疯了吧？啊！你知不知道？知道什么呀？你知不知道是谁把我爸陷害入狱的？是吴瑞。你又知不知道谁现在是大德的第一大股东？不是别人，是你哥吴瑞。吴迪怎么可能知道呢？这是你兄弟啊！兄弟又怎么了？是他们以前还是我兄弟呢。我也真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能相信谁。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
我输了。没关系啊，输了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也许什么都会输掉的。陈峰，你说的那句话还算数吗？哪句？你不是说等你赢回公司了，你就会娶我，你会向我求婚吗？可是我输了。那就是说你不会向我求婚了。我向你求婚吧。什么啊？谁说只有男人向女人求婚的？我们女人也可以向你们男人求婚啊。听好了啊，陈峰，你愿意娶我吗？你说话呀，你愿意吗？真的不怕？我一无所有，你会跟我过苦日子吗？真傻！我就是让你知道，即便你什么都没有了，我还在这儿。我爱你。我知道，我爱你。爱情慢慢变成两个人的感情，一个人发疯，两个人心疼，一个人牺牲，两个人相拥。这是什么好日子？这么多人出现。两人在一起，天天都是好日子。宝宝，咱们真的结婚了？哎，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上午还觉得阴云密布，下午怎么就突然阳光灿烂起来了？老天啊，你是在耍我吗？怎么着，小两口刚登完街，来一圈吧？成啊！哎，大爷，这么着，这钱啊您压着。这车我来骑行吗？行。干嘛还不用了？走吧，老婆。哎，谢谢啊，慢点儿。行了，加油！妈，我结婚了，今天带你儿媳妇来看看你。妈，把陈峰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妈，您在天之灵就保佑以后我们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的在一块儿。还有，我已经原谅我爸了，我希望你也能原谅他。放心吧，妈一定会原谅爸的。很抱歉，疯子，真的，最后还是没能帮上你。叶少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对我的这次的帮助，我已经觉得感激不尽了。再说这次意外，咱们谁也没能想到。但不管怎么样，我今天还是觉得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要多。我和沈冰把证领了下来。太好了，祝福你们。你终于把自己交代出去了，太好了，太好了，真好。等一下。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那当然了，我把房子都让给你了，老天爷也该可怜可怜我了，要不然我就真的没人要了。怎么会呢？不管怎么着，你长得不丑，对吧？一定会有人要你。你少来这一套。我现在算是娘家人了，你要是敢对沈冰不好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呀，结婚，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今天这桌算我的，当然算你了，你以为呢？哎，老吴怎么没来啊？你不会又出什么事儿了吧？没有，他们没事儿。疯子，好好珍惜你们现在的感情。你们俩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哦，对了，我还得跟你说件事啊，这个老地方可能得关张了。怎么个意思？啊，你这个学校新址不定了吗？很快就得搬到5环以外了，我这一片也得拆迁，店是保不住了。什么时候啊？春节一过吧。啊，行，那个你们先吃着喝着，我到后厨给你们再弄俩菜啊。哦，对了，这个今年春节就在这儿过了，就这么定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沈斌说的对。你们不知道，你们真的不知道，老地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老地方，老地方，连老地方都没有。以后我们真不知道该去哪儿了。没有老地方，还会有新地方。你们不会没地儿去的。至少你们还有一个家。每年寒假，这里都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陈峰同学，干嘛？沈冰小朋友，采访你一下。嗯，能不能详细的描述一下你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关于我们结婚的第一个夜晚。说实话吗？当然了。其实我觉着吧，男人跟女人差不多。都说你们女孩会幻想自己穿上婚纱那一天的样子。其实打我明白事儿那天开始，我也总在想，自己结婚那一天会是什么样的。反正是各种浪漫的想法都有。去巴黎看日落了，去马尔代夫看日出，去日本看樱花，去爱琴海上泛舟什么的。但就是没想到，自己的新婚之夜会在这儿，而且这么匆匆忙忙、焦头烂额的。那你后悔吗？当然不了。我觉得浪漫这件事儿吧，重要的不是环境，而是对象。但我就怕委屈了你。不会啊。从今以后，我们要面对的是漫长的生活。也许那种平淡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从今以后呢，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两个优秀的人，可是却多了一对特别平凡普通的夫妻。再优秀的人，也要归于平淡的。
谢谢你。遇见你，我觉得是我最大的幸运，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相信我，从今天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爱你就像爱我自己，不，爱你要超过爱我自己，因为从今天以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们真是好兄弟啊，在这儿都能遇到。你们先聊吧，我去那边走走。对不起啊，上午是我太冲动了。脸没事吧？我瞧瞧，瞧瞧，瞧瞧。什么呀？我有那么脆弱吗？我确实不应该怀疑你。其实我压根没怀疑过你。关键还是因为输了吧，不甘心。尤其输在小猛身上，所以你就打了我。都道歉了，想怎么着啊？你打我，你打我！有点舍不得。我下午去找了我哥，没用。你也知道他是什么人。算了吧，这件事儿，咱们已经尽了全力了。尽人事，听天命吧。老程也不会怪我的。这下也不错。咱们可以重新创业了，想想后面干什么吧。哎，先帮你开个超级大花店怎么样？滚蛋吧你！有个好消息想听吗？不想。不想听我也告诉你。哥们儿把证领了。拿去瞧瞧，谁批准的？哎，我们哥几个怎么你跑到最前面了？别说你呀，我也没想到。算沈冰给我的安慰奖吧。瞧你那小人得志那样，有那么高兴吗？当然高兴了。兄弟，你不懂，从今往后，哥们儿的婚姻可就受到祖国法律的保护了。再出现像秦皇那套号的，哥们儿就能挥动法律的大刀，将这种牛尾蛇神一一斩于马下了。我现在对爱情的定义就是，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瞬间、某一个地点，你遇到了某一个人，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你的人生就此改变。说什么呢你们？我在说，有爱情，还有朋友，这。是不是可以动筷了吧？来，快了！那呢？人小五姐还没来呢。啊？不是还等他吗，老吴？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啊，快点来了。都在啊。
哎呀，过来，那个坐这儿吧。你最近去哪儿了？都找不见你。没想到大家都在。好久不见。今天那个小五姐有事儿，来不了，她让我叫小西来的。整个事情经过只有我最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吧。小五姐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是，还问你呢？第一个问题你就不知道，什么？你烦不烦啊？杨子熙，你再敢玩失踪，我们俩掰了。知道了。人都到齐了吧？啊，1、2、3、4、5、6、7、8、9，9好哎，9、9归1。那咱们就把这个酒买上。好，来。我提议啊，春节了啊，新春快乐，咱们为这个干一杯，好吧？好，来。电视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又干了。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哎，别下去，带点水。我有个提议啊，咱们这么干喝没劲，好吧？这么着，每个人这新年说一个新年愿望，但是有2点要求啊。第一，不准说那种三俗的没意思的话，要不然得罚喝酒。第二，不准重复，谁重复这个愿望也得罚喝酒，怎么样？怎么可能重复啊？好，那来，北少爷先来啊！哎，为什么你先开始？你先说。行，还是你先说吧。嘿，你听你俩磨磨唧唧的，我先说行吗？那个新的一年啊，我和我最亲爱的老婆领证，绝不输给疯子啊！哎呦喂！死胖子，你是去当美国姑爷，还是让大花做中国媳妇儿？当然是让她当咱们中国媳妇儿了。漂亮，这美国有什么好当的啊？你说这美国有什么好的？明明是全球最大债务国，还整天牛气哄哄管这管那，装什么世界杯和警察？你说的太好了！哎，胖子啊，今儿当大家伙面上，我跟你说，你必须得留在北京城。虽然你这身烂肉啊，就是说放在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多一不多，少一不少。必须的啊！就冲你们几个，我也不舍得走。就冲你刚来这句话，哥们敬你，好吧？来，你们俩单独唱。大伙儿，该你了。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我和粉丝的酒吧能再开一个房间。你看人这觉悟啊，多务实的民族啊 ，America。你放心，明年一定让陈总和吴总给你开一个分店。哎，锤哥，你跟嫂子了吧？好吧，你俩这么着老夫老妻，咱们就说一个就成了。干嘛让人说一个呀？哎呀，说出来2个，说不出来，我跟你说。你可真是的，我们先不说愿望行不？啊，我们先不说愿望，今天正好大家伙都在，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你哥说，哪能跟谁吃荤呢？还扭扭捏捏的。谁来了？严肃点，正经事儿啊。我们啊，可能得回东北老家了。年后走。说实话，是真舍不得你们这些朋友，啊，也舍不得北京。毕竟这一切都是北京给的。我现在已经算是北京人了。不是那老地方怎么办啊？在东北，再开一个比这个老地方更大的一个。北京市又好又大，可你哥说了。这个北京就是首都心脏，知道吗？那你说，哎呀，俺们这些外地人在这待久了不走，那心脏不就承受不住了吗？其实说实话，老家现在跟北京差不多了。嫂子跟你们来个约定，明年的春节啊，你们拉家带口子到东北过年。我跟你哥全程陪同，陪你们去看夜景。雪景，好不好？好了，看看雾凇，滑个雪。好，我带我老婆一块儿去，一准去。我带我们家大伙。我跟你锤子哥等着你们啊！好，老吴你带谁啊？干什么呀？怎么了这是？没准我就哎，下边该谁了？该谁了？这个铜锤哥呢，也算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在北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回去开一个更好的、更大的，我觉得特别好。我呢，我这新年的愿望就是希望北
这感情能够踏踏实实的有个着落。哎，兄弟，文博会了，也许就在身边。咱们哥仨喝一个。哦，来吧，来。小西，你的愿望是什么呀？说说吧。我就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爱的人，林夏、沈冰，还有你们大家，还有爱我的人，都能够身体健康。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哎，哦，我的新年愿望是，我也希望我的感情能有一个着落。哎，这跟我一样。不是林大夏不带这么玩的啊！老吴都说过了，不行得罚球。我本来就想好这个愿望的，老吴他先说了，怪谁啊？哎，嘿，那你可以重说一个吗？不行，为什么我重说呀？你为什么不能？不是，哎呀，林夏是女的，让着点呗。那如迪再说一个。哎呀，也是。要不你重说吧，好吗？好，我重说，你坐下。小西，其实我给你买了一花店，我知道那个一直是你的梦想和愿望，可是最近一直都没人去，荒着呢。所以新年我希望你能够好好经营它。哎呀妈呀，弄得我好感动。该你们俩了，那个说一个还是两个呀？两个，当然是两个了。这新年愿望，咱凭什么不说两个？咱说两个啊，不说白不说。那你先说还是我先说？老婆先说。哎呦，那好吧。我和疯子呢，终于走到一起了。疯子从小没有妈妈，我又没有爸爸，所以我特别知道亲情这个东西有多么的重要。现在，疯子他爸在拘留所。过2天就要宣判了，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咱爸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快点和我们团聚。好，来，一起干一杯吧。走一个吧。什么？干嘛呢？我愿望没说呢。啥？这谁呀？真是的。不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听听你们的新年愿望，都忒小了。都没有办法脱离小我的这个范畴，咱们能不能站得高一点，那个眼光远一点？你站着说，你站着说。我不是站着说，就是咱们能不能把情怀放得更博大一些？好，说完了啊，来，别闹，没说呢。不是这我真得站起来说啊，各位啊，我建议咱们这边呢，把酒都先买上啊。来，等。为什么呢？哎，今儿什么节日啊？除夕之夜。什么叫除夕？哎，大家别忘了，这是咱们中国才特有的节日，这帮老外不过的，只有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才过的，对吧？所以我建议，这杯酒，咱们一块儿敬咱们的祖国，愿咱们中国越来越好，愿每一个中国人都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有钱，为咱们民族真正腾飞。来，干！